手表还能用，先确认位置。什么玩意儿？生存辅助系统？我这手表表没有这个功能啊！进水短路了？不可能，这表我用了2年了，从来没这个功能。难道是泡水之后电路搭错了？轻度脱水，这它都能测？我买的不是这个型号啊！不管了，先找到水再说。如果是幻觉，水是真的，系统也是真的。行吧，不管是进水短速还是别的什么，能帮我找到水就是好东西。C 级评价，至少没塌房风险。打火棒跟你学了那么多次，终于没辜负我。喂，系统，今天有任务吗？方向东北偏北，声音频率不规则，不像动物，是人的咳嗽声。你也是遇难者？别紧张，我也和你一样。我叫江晨，我搭建了庇护所。我叫林之夏，乘坐的研究船翻了，我抱着救生圈飘过来的。你有看到其他人吗？你喝过了吗？这个水哪里来的？安全吗？喝过了，水源在那边，条小流，走完检测过水质，营地就搭在西边。你先跟我回去，我那边有火有水，比你一个人待在这里强。庇护所勉强够2个人挤一挤，今晚我再加固一下。水源在那边，走2步就到，火种没问题。这是鱼尾葵，旁边是野芋。野芋的根基能吃，但必须彻底煮熟，不然会有轻微毒性。你有生火的工具，那我们就有热蝉了。这个真的能吃？你确定没认错？我看野外指南上说，这种野芋的叶形和叶眉纹路我确认过，而且毒性和处理方法我知道，焯水2次彻底煮熟就没问题，你信我？行，专业的听你的，我负责切它，你负责怎么熟。熟了，可以吃，而且味道比我想象中好，没有麻感，说明处理到位了。比我想象中好。说实话，我看了那么多野外求生教程，从来没真吃过这个。你看的教程里有没有教我这种怎么挖最省力？你的手表功能这么全吗？还能显示团队状态？说让你可不信，这表突然多了一堆我从来没见过功能，进水之后就变成这样了。帮我找到了水源，还帮我搭建的帐篷，给出 C 级评价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帮你找到水了。明天我们分工吧，你负责搭棚找水，我负责认植物找食物。交叉绑会稳一些，单圈绑容易松。野外防雨最重要的是屋顶不被风吹开。你果然看了很多教程。有人经过这里，而且这是这2天的脚印，不是昨天的。脚印深浅比较均匀，说明是正常行走，不是在跑，可能也是漂流过来的，状态比我们刚上岛时稳定。别紧张，我们也是幸存者，营地在不远处，有火有水有食物。我叫江晨。苏燕，救生艇也打翻了，命大又活了下来。你们有几个人？就我们俩，昨天刚聚到一起。先跟我们回营地吧，你状态不太好。你们俩怎么分工的？谁负责什么？我负责搭棚生火找水源，他是植物学专业的，认植物，负责找能吃的。那我管规划、记录、资源分配，3人分工，效率最高。鱼是哪里弄来的？闻着好香。用木棍和藤蔓编了个简易鱼笼，放了半天，水里有鱼，只是不多。山姜调味，能补充蛋白质，营养还算均衡。我竟然觉得有点幸福。我算了一下，按目前的食物采集速度，最多撑4、5天。
需要更稳定的获取方式。我明天沿着溪流往上走，那边应该有更多可以食用的植物。明天我去礁石区再修结梢里说，潮间的生物是稳定的蛋白质来源。好，各有分工，傍晚回来会合。山姜蕨菜、野玉浆果种类增加了，鱼能提供蛋白质，今天效率不错。这种浆果我在上元发现的，我可食用，含糖量高。郊区浅滩有蛤蜊，明天带个篮子去挖。我野外求生手册里写过，退潮后的潮间带是食物最丰富的区域。叶缝的密封性不够，但短期用没问题。明天我需要改良缝法。2个竹筒加椰壳够3天的量。雨林里湿度高，水蒸发慢，我再编个盖子防虫。木薯，野生的木薯，这能当主食储备？有毒吗？生木薯有轻微毒性，必须彻底煮熟浸泡。但处理方法我清楚，而且这种木薯比野玉产量高，可以轮采。要浸泡至少4小时，换2次水，然后彻底煮熟，这样毒素就能去除干净。几天前我还在酒店吃自助餐，现在吃自己挖的木薯，真是命运无常。我跟你一样，也从来没想过自己真的会吃上野木薯，而且说真的，味道不差。说明我这专业没白学，至少在荒岛上能派上用场。我打算在营地周围打一圈木桩，有简易围栏，可以阻挡夜间靠近的动物，例如野兽之类的。确实上能起到阻挡作用，把木桩斜着打进去会更稳固。那我负责编围栏的绳子。植物学里正好学过哪种藤蔓韧性最好。我们建了一个小村子。记录也是为了保持认知，而且如果获救了，能准确告诉搜救队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。确实如此，野外求生最怕失去时间感，记录能保持清醒。 7天前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，现在想想，人的适应性比想象中强。荒野求生里有一句话，野外最大的敌人不是环境，是你自己。只要脑子不乱，手脚而且3个人就能跟得上一起想，比1个人硬撑强太多了。储水容量提升至6升，可支持3人约4天。这块区域的木薯可以分批次采挖，只要不破坏根系，同一株能连续收获3到4次。这种蕨菜焯水后，比上岛前在菜市场买的还嫩。海面空阔，能见度会很好，真希望能看到经过的船只。岛上待久了，已经快记不起来外面饭店的味道了。回去以后反而要重新适应。11天了，我都越来越适应。这种木材质地密实，不容易裂，可以用来制作工具的手柄和加固木棚的支架。
我昨晚想了一下，如果船一直不来，我们也需要更长期的打算。食物、水源、火源现在都稳定了，下一步可以考虑更完善的工具。可以站直了。12天了，我们居然真的撑过来了，而且伙食还不错，有鱼有木薯，比我在减肥的时候吃的好。手表说我们食物储备够6天，系统还夸我的搭建水平从 C 级提升到 B 级了。B 级吗？进步还挺大。第13天，围栏、棚屋、食物储备、水都有了，接下来该琢磨一下长期工具了。我需要一个更结实的篮子，昨天的那个装木母的时候散了一次。那我来做个更紧的编法。我学过一种交叉编法，比单层的结实不少。留小不挖大，小的还真不够吃。留着还能继续长，以后还能来收，可持续利用。我可不想一直当野人。雨势很大，但我们的屋顶扛得住，风没有把屋顶掀开，加固有效。还好昨天加固了屋顶，不然今天就麻烦了。如果我们没有提前加固屋顶，没有储存食物，这场雨会很难熬。所以我们做的那些事，每一件都算数。暴风雨通过，营地无损，全员平安。要沉淀过滤才能喝，别直接取水。我做过滤装置，竹筒、细沙、碎石、木炭，一层一层铺。这方法我在教程里看过。风暴走了，我们还在，这感觉不错。第17天了，每天都来这里点火，每次都看不到船。你们说岛上这些食物够我们撑多久？按现在的采集量和储存量，木薯能撑10到12天，鱼干可以穿插吃。如果把浆果和蕨菜也算进来，半个月没问题。半个月之后呢？半个月之后我们继续，总有办法。这绳子够结实了。旧的鱼笼用了快10天了，有些地方松了。这个新的应该能撑更久。我还以为岛上生活很苦，没想到过了10几天，居然习惯了。习惯之后就不觉得苦了，关键是每天都有事做。有目标的日子，再难熬也不算熬。虽然小，但可以做个更密的笼子来补。比第一个鱼笼编得好多了。有虾，
虽然不大，但煮汤够鲜了。虾龙首次收获，约10只。鲜，真鲜。这份菜单放在外面饭店里也不差了。看着就像菜单，食材变得越来越丰盛了。记录是为了看清我们能走多远。又没穿。明天再来。切鱼割绳子更方便了。3周前我只会点外卖，现在会做虾汤了。回去以后，你可以在简历上写“荒岛生存23天的项目管理经验”。那我的简历写现在一次能量平时2倍的量。这样就算雨林干旱2、3天，这个池也能保持储水，比直接取溪水稳定。我们在这里待了快1个月了，刚开始的几天觉得度日如年，现在回头看，反而觉得时间过得挺快。天都有事做，有目标的日子就不会觉得慢。第26天，继续。今天天气真好，适合出海。希望下午能顺利找到淡水。第27天了，持之以恒吧。28天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感觉像是过了1年，又感觉像是昨天。日子会继续，我们也会。下个月如果还在岛上，就需要考虑更长期的工具材料储备了。1个月了30天，从1块木板搭到现在。第31天，继续。尽管第30天也没船，但我们还活着，烟就不会断。想没想过回去以后第一顿饭吃什么？火锅，一定要火锅。你们说家里人会怎么想？失踪1个多月了，他们肯定以为我们死了，所以我们得活着回去。所以每天都要活着，每一顿都要吃，每一天都要过。33天了，岛上待了33天了。
我有时候会忘了，这是座荒岛。今天也没有。第35天，如果在外面，1个月已经能办很多事了。在岛上也是一样，我们办了很多事。今天天晴，海面能见度应该不错。那等会儿上高地看看。第36天了，我最近总在想，如果我们真的回去了，会怎么跟别人讲这段日子？就讲实话，找到水，搭起棚，围了栏，然后每天上来点烟，没什么需要添油加醋的。能讲出来，是因为我们撑过来了。走吧，回去该处理木塞了。怎么了？那个是我们真的等到了，船终于来了。他靠近了，36天，他总算响了。看到烟了，他在转向，是真的，不是我们在做梦。这36天，我们点火、搭棚、挖木薯、修围栏，每天上来点烟。今天他终于看见了。